我在苏州花400多万买了房子，房价报的6折都卖不出去，买房5个多月了，价格从300万降价至260多万，再到如今暴跌198万，然而还是没有意向客户看房。就在昨天，突然中介说有客户过来看房，然而客户只给190万，也就是说卖到房子还完贷款我就只剩5万块了，不仅75万的首付来了水漂，我们还要多掏出7万块的中介费呀！本以为这已经足够惨了，没想到这个客户转身就买了我们小区的另一户，而且户型一样，价又便宜了10万。天呐，现在的房子难道真的是白菜价的时代吗？前年买房的朋友，你们还好吗？中国房地产萧条，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楼市也接近崩盘，楼主们争相挂牌出售，但是很少人问津。房子挂牌量不断的上升，挂牌价却是喋喋不休。有上海中介列举当地部分的房价下跌严重的小区，有的跌幅有40%，有的是50%，有的呢甚至跌了70%。包括上海内环的部分小区也在暴跌。上海房价暴跌，距离上海仅100公里的苏州也是一样。江苏省的苏州市被称为是中国制造业的第一城，那里聚集了大量外资高端制造企业。然而呢，随着大量外企的撤离，当地经济遭受重创，房价出现断崖式下跌，有的小区甚至跌了60%。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话题。上海的房价跌的是真叫人崩溃。你像浦东的那些网红小区，之前房价炒得那么高，现在直接下跌1000多万。那些老破小刚需房，房价也是喋喋不休。我在上海做了这么多年的贷款，好多客户都在跟我哭诉，他们大多都是19年、20年高位接盘的业主，现在还还着房贷呢，但是房价呢已经蒸发了30%了。这就是我们在上海花230万买的房子，如今它值多少钱呢？我和老公从河南来到上海已经10多年了，在2021年，我们花掉了所有的积蓄，付了115万的首付，在浦东新区买了这套98年的老破小，并贷款了115万，每个月要还6000的房贷。很多人都说老破小不值得买，但是作为外地人没得选择。一方面是我们租房的房东要卖房，每天都有好几波人去看房，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困扰。10余年间，我们也搬家了7、8次，非常渴望有套房子能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房价一直涨，我们因为外地有过贷款记录，算2套，首付要70%，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就真的买不起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就这样的决定让我们成了高位站岗。从产证下来后，房价就一路下跌。上个月得知楼下卖掉了，100出头的价格，别人就拿下了，我们直接血亏了100多万，还是个6楼。时代的灰尘落到我们身上，简直就是一座大山。我买房子卖掉了，没想到这次线上谈价格直接卖掉了。签完合同我哭了好久。我们卖房也快1年了，这是第一次线上谈价格，也是第一次中介和我们说成交概率很大。现在心里就是矛盾，希望卖出去又不希望卖出去。中介约的是8点钟谈判，我真的是有点小紧张。时间快到了，我让老公赶紧出来。本来说好的8点。中介说客户出的价格和我们预期还差好多，他们先和客户谈一下，让我们先等一会儿。这和我想的谈判不一样，我以为线上谈判是我们和买家当面谈。中介来电话说买家只出118万，杨哥很生气，抓过电话说到手120万1分不让，能谈就谈，不能谈不卖了。我还是第一次见老公发那么大的脾气。最后中介说他再去谈，老公说那是中介的套路，在试探我们的底价。杨哥又来来回回谈了好多次，晚上12点，最终121万成交了。线上签的合同，签完合同我彻底绷不住了，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很难过，很难过。在留言区中，有网友分析，房子虽然是以121万成交，但卖家还要出1万5的中介费，真正拿到手的是119万5。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120万，但是能卖出去也是值得庆幸了。上海的房子，不管是市区的新房还是二手房，挂牌出售的非常的多。这些房子再卖2、3年都很难卖完。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开发商开了一个动员会，为了清库存，做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有些开发商优惠几十万，有的优惠上百万。上海黄埔南京东路上的豪宅价格暴跌了72%，原价1000万，现在还不到400万。
这是上海最具性价比的江景豪宅，户户赠50平喝茶赏景的大露台，原价1000万，现378万拿下。客厅还连通一个40平景观露台，178平做了4房2厅3卫，水电气3通，物业费仅2元。有网友提醒说，在这个黄金地段，不到400万就能买下豪宅，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还是小心点为好。被房地产套牢血亏的人可太多了。为什么现在反而很多上海人开始买公寓了？如果你买的住宅跌了200-300万，可能你也会置换公寓的，因为上海公寓总价也才300-500万呀。既然住宅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了，那我何必不干脆卖掉住宅买公寓呢？都是居住，房价便宜一半，省下来的钱养老也好，躺平也好，怎么都要轻松一些。像中环双地铁口的楼盘，1000万的住宅小三房和500万的公寓大三房，你觉得谁更值得呢？上海周边的城市苏州被称作是强2线、新1线城市，制造业发达，外贸出口曾经一度仅次于深圳， GDP 也曾一度逼近广州，名列全国的前4。然而近年来，随着三星、索尼、飞利浦等众多的外资企业转移到越南，经济也是撑不住了，房价一路下跌。我们的房子可能卖不掉了，在苏州花200万买的房子，现在就是亏掉首付和装修的钱都卖不出去。现在的楼市真的这么差吗？我们在中介挂的价格是130万，已经几个月完全没有消息。昨天中介打电话给我说，有个客户出价110万买我们的房子，并说对方说如果我们同意就可以立马签合同，立马打款。于是我让老公查了一下贷款余额，没想到我们的本金还有118万没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亏掉首付和这几年还的贷款和利息，还有装修的钱，还要倒贴8万才能把房子卖掉。这样一算，我就更不忍心卖了。但是老公想卖掉，他担心以后会越来越难卖，真后悔当时冲动买了这个房子。因为我们2个意见不统一，考虑了一天，今天老公给中介打电话说和客户商量一下，让他多出8万，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贴钱卖房子了。谁知中介告诉我们，那个客户已经买了我们隔壁一栋楼的房子，户型和我们的一样，110万成交的。听他说完，我们的心跌入了谷底。难道现在房子真的跌到白菜价了吗？看到这样的行情，我们也打消了卖房子的念头。现在也不是过不下去，平时我们节省点，相信2个人一起努力，未来肯定能越来越好。位于苏州高新区的尚瑞阁小区是万科与苏高新集团合作开发的上字系高端住宅。2年前，一套130米的房源能卖到590万人民币，如今呢，却跌至大约是350万，接近腰斩。一位住在高新区的郭先生告诉海外的媒体，当地房价实际跌幅远超了官方的数据，跌了60%都不止了。就是我住的地方，以前1平方米是3万5左右，现在呢不到1万5，1万块钱都没人要了。花300万在苏州买房，1年暴跌100万，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好，我们是95后小夫妻，公婆在我们结婚前帮我们在苏州买了房子，付了首付，剩下贷款，房子将近300万，高峰期入手，没想到今年房价暴跌，已经亏了100多万了。我们的心都在滴血，白花花的100万就没了。有的人说是刚需，反正自住无所谓，可是真的黄金白银损失了100万，还是非常心痛的。我们也没敢告诉公婆实情，更就说是亏了一点。不敢想象他们知道了该有多难过，这可是5线小城市农村家庭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我都动了想卖房的心思，可是一想卖了房，又要每个月给房租交钱，后面有小孩了还要上学。博主小满表示，如果现在出手卖房的话，钱还不够还银行的贷款。综合考虑下来，她和老公决定还是不买房。她感叹道，真不知道他们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定居，是不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如果能在家乡能挣到钱，谁又会想到背井离乡呢？兄弟们，接下来买二手房千万不要只看房产证啊，因为你看到的房产证有可能是作废的。昨天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布了一条新的公告，公告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从7月11号开始，接下来选择线上过户的，那么原房东的房产证是不做强制收回的要求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对吧？以前我们做二手房过户的时候，都是线下去不动产交易中心，对不对？然后到那边的窗口去过户，原房东的旧的房产证呢是要强制收回的，因为你去线下办，有工作人员可以强制收回，然后再发一本新的房产证出来。
但是接下来7月11号以后，如果你选择线上过户了，对吧？就没有工作人员去强制收回原房东的房产证的。因为你选择了便利，对不对？在线上 APP 签个字就可以把过户这件事完成掉了，不需要双方再到线下的房管局那边特地跑一遍了，对吧？非常方便。但是选择这种过户的方式呢，就是原房东的房产证就没有工作人员去强制收回了。所以不动产登记中心呢会做一个作废的公告，但是我相信很多买房的朋友是不会去看这些作废的公告，所以就存在了一种什么情况呢？原房东的房产证他还在自己的手上，所以你们接下来去买二手房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看纸质的房产证，一定要把接下来这2个材料看一下，一个是电子的权属，一个是电子的证件照，这2个一定要去核验好了以后，确定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了，对吧？然后你们再去选择交易。比房价暴跌更可怕的4把刀，2025年真的要砍过来了。这4件事情关系到你我的饭碗和钱包，还在大手大脚花钱的，请认真看完这条视频。第一刀，月薪3000的时代真的要来了。以前5000的活，现在就给你3000，爱干不干，以后满大街都是3000块钱的工作。别被网上那些吹牛的忽悠了，真相就是全国11.72亿人的月收入不到3000块，月收入过万的只占了1%，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钱袋子都是瘪瘪的。第二刀，应届生数量大爆炸，去年1178万的大学毕业生，今年更多。去年那波还没有消化完，现在都在送外卖、开滴滴，都挤破头了。如果你现在还有份工作，老板骂你几句忍忍，能在格子房吹空调就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上海有多少年轻人赌气辞职半年都找不到下家，现在有份工作就是福气。第三刀，投资不要想了，钱放在哪亏，房子不保值，股票玩心跳，理财利息又少得可怜，开店投资真的是想多了。2025年全球创业的存活率是10%，说的是存活率，你口袋里面的钱要么眼睁睁的看着它变毛，要么就投资出去打水漂，就这2条路选，就问你惨不惨？博主大伟表示，第4，中国男人真的养不起家了。经济学有个词叫做劳动供养力，就是一个人工作能养活几个人。美国能养活5口人，日韩也能养活3口半，中国只有1.1，意思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拼命的干，也只能勉强养活自己。上海的房价已经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如果再继续跌下去的话，有多少人的资金会出现问题？21年花500万买的房子，现在就值个300万，你还欠银行350万，卖了房子还倒贴50万。如果说再继续跌下去的话，将会有一大批人会出现断供情况。但是你跌你的，你亏的再多，欠银行的钱你也少不了，不然就查封开卖。总有人说上海的房价还会再跌个2-3年，家人们，我们还能接得起吗？如果说再跌个2-3年，有多少人会妻离子散？有多少人会家破人亡？我们普通老百姓80%的资产都在房子里面，如果再跌下去的话，有多少人会破产？你怎么看？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